小侯爷可是皇亲，方姑娘应该懂点礼数吧？民女方素月见过小侯爷。好说，请坐下说话。方姑娘，你们上回送来的药酒似乎有点问题，想必邢师爷早已跟你们说过了吧？邢师爷是说了，不过民女认为家父亲自监工所酿造的药酒，应该不至于。口说无凭，你们自家的酒，你总该尝过吧？啊，那是必然的，否则怎么能保证酒的品质呢？那好，邢师爷把酒拿来，让方姑娘自己再尝尝。是。我没想到一个酿酒的老头儿，居然能生出这么标致的姑娘。不敢当小侯爷抬举。你们是姐妹两人吗？是，另外还有一个11岁的弟弟。哦。小侯爷请。这虽是我爹专用的药酒，我偶尔也浅尝一下。可这一次的药酒，的确跟以往颇为不同。你喝一口也尝尝，比较一下前后有何不同。除了酿酒时食酒之外，我在外面从不喝酒，还请小侯爷见谅。这是小侯爷赏的脸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况且你不尝尝，怎么知道问题的所在呢？同一壶酒我已经喝过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我觉得这酒跟以往的药酒没什么差别啊。你只是嘴唇碰碰酒杯而已，自然尝不出来。你要像我一样大口一些，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嗯？如何？这酒果然不对。不对，你在酒里加了些什么？同一个酒壶，同样的空杯，我又何尝加了什么？那我怎么觉得全身发烫，整个人晕沉沉的？不对。哎，小心点，千万别摔着。哎，慢点儿。我问你，你我何仇何恨，居然血口喷人，陷害于我？谁说无仇无恨？我方家一门3口，都是因为你而死于非命，你还敢说我血口喷人，陷害于你？不错，你当然是血口喷人，故意害我。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小侯爷，且请稍安勿躁，这只是他的片面之词，本府却还未必轻信，请回座。
方素信，据你方才所言，既然是同一壶酒，又同样是空杯真酒，却又为何小侯爷喝了安然无恙，你姐方素月喝了却头昏欲倒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民女就百思不得其解了。很简单，在江湖上，这种卑鄙无耻、下三滥的手段，可谓是雕虫小技。那酒壶可以是子母鸳鸯壶，壶内另藏玄机。关于那杯子，看似无物，可是却可将毒物事先抹在杯子内缘，斟酒之后自然溶解。邢三，你说是不是？并非你白毛人在问案吧？邢三，那就由本府来问你。据方素心之称，当时酒壶酒杯皆是由你取来，你可曾在其中动了手脚？回报大人，草民冤枉已极呀！此话怎讲？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啊！草民既不在场，也从未拿过什么酒壶酒杯。回报大人，邢三说的对，根本不存在这一回事，是方素心胡编乱造，别有居心吧。姑且不论是否别有居心、胡编乱造，关键在于那方素月当时是否的确代父送酒，并且曾经前往侯府后院参访。方素月是否去过安国府的后院，草民并不知道。怎会不知？回报大人，草民是小侯爷的师爷，像这种闲杂琐事，草民一向不曾过问。包大人，邢三虽然只是布衣出身，没有功名，但也精通文墨，细心干练，所以晚辈委屈他为师爷一职，怎会管这些琐碎小事？既然小侯爷替你说话，本府不再追问于你。不过，侯爷府总管总该知情吧？邢三，本府问话，你无需看向他人。包大人，贾总管是否知情？请包大人传他前来一问，就知真相了。那是当然。王朝马汉，在。你二人即可飞骑前往安国侯府，传那贾姓总管前来问话。卑职遵命。方素心，民女在。本府再来问你，当时你并不在场，却为何对事情的经过知道得如此详尽？是仙姐回到家中，伤心欲绝，哀泣不断。经民女一再追问之下，才一字一血泪地向民女哭诉。民女不敢有任何夸张或增添之处，还请包大人明察。你又怎知他向你哭诉的一切全是真情实话？恕民女斗胆，请问包大人，一个尚未出阁的少女，平日谨言慎行，不苟言笑，有何理由编造出一个糟蹋自己、侮辱自己的故事呢？后来呢？谁知当天夜里，仙姐为保持贞操名节，就悬梁自尽了。他自尽之前，既然向你哭诉一切，可曾提及当他在侯爷府被人奸污之时，有何人在场，有何凭证？没有。包大人，既无人证，又缺物证，由此可见，这全是他无中生有，信口污蔑。什么是无中生有？什么是信口污蔑？你是堂堂的皇亲国戚小侯爷，他们方家又为何要故意得罪于你？
白玉堂，你与方家非亲非故，又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不要多管闲事，血口喷人。好啊，如果你没有干那种卑鄙无耻的龌龊勾当，你敢不敢在这开封府大堂，当着包大人起重誓，发毒咒？敢不敢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你住口！本府公堂之上，岂是你二人潇潇争辩之所？倘敢再犯，本府必定重惩不贷。方素心，民女在。你姐方素月悬梁自尽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事？先父于心不甘，告到县衙大堂，谁知县大老爷和小侯爷沆瀣一气，听命于他，竟在大堂上将先父刑杖致死。且慢，那丰德县令乃是地方父母，若无真凭实据，你不得信口开河。民女并非信口开河，包大人请想，先父本是原告，哪有反被用刑之理？那是他捏造事实，胡乱攀污，丰德县令不得不用刑，让他说出实话。谁知他不堪受刑，以致……赵世俊，本府尊你于前，敬你于后，你却将本府之言当作马耳东风，将本府大堂视作等闲之地，本府又何须再尊你敬你？来人呐，在，撤去他的座椅。是。包大人，方素心，莫要受他人干扰，你继续说下去。多谢包大人。先父被抬回家中，即因刑伤过重而亡。家母一时怒急攻心，猝死于先父跟前。民女全家本是祥和安乐，谁知短短数日之内，变成家破人亡。这种种一切，全都照因于小侯爷假借权势欺人。民女叩请包大人为方家无辜人命昭雪伸冤，请包大人替民女做主。方素心，本府断案一向依法按律，若无罪证，本府又如何为你做主呢？包大人，草民可否一言？你且说来。草民愚见，乍听之下，此案的确既无人证，也无物证。不过，草民还是斗胆请求包大人，派展护卫或适当人选，前往丰德县细细打听。打听什么？打听那小侯爷在地方上，他是如何作威作福，仗势欺人，其卑劣行迹，可谓罄竹难书。白玉堂，你不可如此武断。他是否有恶行劣迹，本府自会派人详查。还有那丰德县令，毕竟是朝廷命官，竟然将原告刑杖致死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恳请包大人将丰德县令拿来一问。此乃当然，不劳你替本府费心。今日审案暂且到此，改日再审。退堂。我把所有该注意的细节全都写在了这封信里，你要当面交给贾总管，叫他仔细看完之后，立刻焚毁。我明白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。好。
还有，你要转告他，他随王朝马汉到了开封府以后，我们可能无法见面。哼，虽然那包黑子铁面无私，但我们毕竟是侯府，叫他上堂之时，千万不可胆怯心虚，露了马脚。呼延海一定办到。邢师爷，邢师爷，您要的2匹快马，我可是买到了啊！哎，那卖马的可说了，这2匹马可是开封府马市里最为雄俊、脚程最快的2匹马。什么时辰了？你们必须赶在王朝马汉之前找到贾总管。还有功夫在这儿臭表功？啊，对，小侯爷说的对，两位请立刻上路吧。小侯爷可还有其他的吩咐？我先前交代过你有关丰德县令朱文仪的事，你确实都办妥了？小侯爷尽管放心，小的已办得妥妥帖帖。他不但收了那2万两纹银，而且还立誓赌咒，无论如何也要为小侯爷打赢这场官司。立誓赌咒毕竟是一句空话。今天我到了开封府公堂上，才领教了包拯果然铁面无私、冷酷无情。所以我担心那个姓朱的到了公堂上，被包拯3呼2喝，难免会心虚改变主意。小侯爷多虑了，小的办差一向周密。他可以不要那2万两银子，可是他的老婆孩子总不能不要吧？这一点你都做了安排，要不然小侯爷怎么能如此安心的叫小的去办如此重大之事？那包黑子也太过迂腐了，动不动就人证物证的。像这种找不出人证物证的案子，受害人难道也应该永远冤沉海底，痛苦终生啊？蒋司科说的对，白大侠，我的确提不出什么具体的人证物证，这场官司恐怕是输定了。看来我们方家也只有永远受那种痛苦和冤屈了。未必。五弟，你这么有把握？俗话说，律法之外还有天理人情。这个包黑子啊，面冷心热，而且有断案如神之誉。也许他的心里早已有了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他又没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反正心急则乱，事缓则圆。我们这件事先不着急，古话总不会错。就算包黑子定不了小侯爷的罪，我想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那个畜生。说得好，天理昭彰，疏而不漏。方姑娘，有我五弟在，你尽管放心吧。下官丰德县正堂7品县令朱文仪参见包大人。你且稍后，在本府问完贾姓总管之后，再向贵县请教。下官遵命。贾总管，你是何姓名？在侯爷府中负责何等事务？回包大人，草名姓贾，名福林，承蒙小侯爷抬案，在侯爷府里总管各种杂物杂事。既然如此，那方家酒坊按月送老侯爷药酒之事也归你管。是。那方素月可曾代父将药酒送往老侯爷府？
是草民接待的。你且将当时的情形据实说来。是，当时，喂，贾总管，一共送来了10坛酒，您都亲自点过了吗？啊，没错。等卸完货，你就回家吧。改天让你爹来结账。哎，对了，有句话请你转告你爹。贾总管想让我转告什么？就说他虽然有2个漂亮能干的女儿，可以为他分劳解忧，不过毕竟上了年岁，自己的身体要多多保重哦。谢谢贾总管对家父的关心，我一定把话给您带到。啊，那你就回家吧，我也不多招呼你了，还有一箩筐的杂事等着我处理呢。我知道贾总管您是大忙人儿，也请贾总管替我向老侯爷问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老侯爷对你们方家的药酒十分满意哦。仅仅如此而已。回报大人，的确如此而已。本府必须提醒于你，如今是在本府公堂之上，本府问话，你必须实话实说，不得有半句虚假，否则必当从重严惩。你可明白？包大人铁面无私，草民早就如雷贯耳。方才草民所说的一切，全是事实，不敢有半点虚假。启禀包大人，这全是他的一面之词。反正方素月已死，他爱怎么编就怎么编，请包大人不要轻信。不错，这的确是他的一面之词。然而，当时那方素月并未告官，也未曾留下可以追查的线索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。然而本府断案，一向审慎严查，自会将此案查明。你且退下。朱县令，下官在。你身应百里之计，直司明目之责，想必对于安国小侯爷在地方的名声知之甚深。不敢隐瞒包大人，小侯爷在地方上不但对老侯爷孝顺有加，而且经常做善事，不是修桥铺路，就是救济灾民，所作所为颇得声望。岂有此理！启禀包大人，他身为一县之令，怎可是非颠倒、混淆黑白？简直是满口胡言，不堪入耳。白玉堂，草民实在是难以听闻，忍无可忍。你若再打断本府问案，本府立刻将你赶出公堂。朱县令，下官在。那方素心之父前往县衙，状告那安国小侯爷，他乃是原告，你为何要行杖于他，甚至将他用刑致死？回报大人，那方仙斗实在是过于胡闹，不仅满口胡言乱语，而且无凭无据，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，甚至还口出不堪入耳的秽言秽语。胡说！堂堂地方父母官，怎可罗织造谣？先父好歹也是秀才出身，在堂上也只是据理力争，你居然以莫须有之名，除去他的秀才功名，还有他在你面前跪地求饶，实在是居心刻意。方素心，你切莫急躁，更不可对朝廷命官无礼。朱县令，你继续说下去。是，方仙斗的言行太离谱了，下官迫于无奈，不得不动用刑法。谁知道他年老体衰，再加上衙役用刑不慎，所以才导致如此悲剧。下官之咎，愿领朝廷责罚。然而据苦主指称，你对那方仙斗用刑，乃是受了安国小侯爷的指使。回报大人，身为县令，
岂能受他人指使？况且小侯爷乃正直之人，也不会指使下官。方素心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民女的确有下情要上告，包大人。你尽管说。先父对于仙姐的冤死气愤难平，嫁衣本身虚弱多病，所以由民女陪同到县衙告状。当时对呀，什么事？方仙斗，在本县堂上为何高站不跪啊？回大人，学生曾有功名在身，中过秀才，按本朝礼律，无需下跪。哼，原来是个劳而无用的秀才。罢了，你究竟状告何人啊？禀大人，状子上已经写得十分清楚，学生状告当今安国小侯爷赵世俊。你告他什么罪啊？告他利用学生的长女送药酒到侯爷府之时，用药物迷奸于他，以致学生之女为了明星至保贞节，因而羞愧自杀。你可知道安国小侯爷赵世俊乃皇室一脉的天皇贵胄金枝玉叶？学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敢告？学生也略读诗书，还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，请大老爷还学生女儿一个清白。呵呵，好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县且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小侯爷奸污你的女儿，当时你可曾在场？学生并不在场。你的次女方素心可曾在场？回大老爷，民女也不在场。那么你可有其他的人证物证？学生是听女儿回家之后转述一切。小女方素月向来文静端庄，从无谎言假话，否则她何必以生死来证明自身之清白冤屈？岂有此理！就凭她一面之词，你就胆敢在本县堂上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？不是信口攀污，而是要请大老爷追查实证，还学生女儿一个公道。简直胡闹！既无人证，又缺物证，你要本县如何去查证？本县念你年老糊涂，恩准你撤回状子，乖乖的回家去吧。不要再企图诬告，想从中捞取好处。回大老爷，家父只是想为仙姐求个公道，让义理可以伸张，从没有想过要得到任何好处。住嘴！一个小小女子，你懂什么？这件案子，大人如果不接，学生将依法循例上告府台衙门。大胆！你竟敢当堂要挟本县，本县就先革去你秀才功名，降为布衣白丁。跪下！学生并没有违法犯罪，依律要革去秀才功名，必须要经过学政签同。学生目前还是秀才的身份，无需下跪。你简直是顽固不化，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？来人呐，在，让他跪下。是。跪下。想不到堂堂的县大老爷，居然与侯爷府沆瀣一气。朱大人，请你回头看看，大堂上高悬着的那4个字，大人可认识？大胆刁民，你竟敢在本县大堂上公然侮辱朝廷命官！本县若不严惩于你，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？又如何威信于县民百姓？来人呐，在！这方仙斗胡言乱语，先是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，而后又当堂侮辱本县，必遭严惩。县杖纪20已经效尤。大老爷，家父年迈体弱，重病缠身，怎么受得了杖刑？更何况他是原告，哪有原告反被用刑之理啊？虽然是原告，但是别有用心，诬告小侯爷。
不过他若撤回状子，也就罢了。至于侮辱本县一事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若我撤回状子，岂不坐实了我先前所说全是诬告？状子绝不撤回。好啊，既然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本县也就无法助你了。来人呐，在！醒醒！是。大老爷，不能打，千万不能打！我愿意撤回状子。若撤状，就不是我女儿。要打你们就打死我好了。王先斗，你撤不撤状？不撤。把他女儿拉开，继续打。是。起来！求求你们不要再用刑了，我可绝对承受不了的。爹，不要打了，爹。大人，他晕死过去了。泼水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再打就出人命了！大老爷，别再用刑了，大老爷，别再用刑了。好吧，念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停止行刑。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不要在堂上哭哭啼啼了。本县准你请人帮助把他抬回家去。你要好好劝说于他，不要信口诬告、胡搅蛮缠的，这样本县就可以既往不咎。是，谢谢大老爷。好，去吧去吧。方素心，你方才所说的，可都是实情而无半字虚假？回青田报大人，民女方才所说，句句肺腑，字字血泪。若有半字虚假，愿受国法制裁，哪怕千刀万剐，也死而无怨。朱县令，他所说的，你可都听见了？是，下官全都听见了。你可有辩解？回报大人，当初下官下令用刑，确是事实。可是方素心避重就轻，只说了一些对他有利的过程，而对方先斗出言不逊，污蔑本县，藐视朝廷的许多所作所为，避而不提。哼！你二人各执一词，看来本府只有差人前往贵县，询问刑名师爷，班头衙役之后，才可以有所定论了。多谢包大人。方素心，你确认你父亲乃是因受了极杖之刑而死？的确如此，当时还有一些左邻右舍陪同前往县衙，民女只有求他们相助，才得以把家父抬回家中。爹，这是咋整的？爹，小心点，坐下。爹，你要振作，爹，爹，你要振作，爹。素心姑娘呀，你赶快去找大夫，宁可多花点钱，也要找那高明的、有经验的。除了诊金之外，
最好呢还要花些钱打点一下。我明白，只要能救我爹，就算舍了所有家当，我也会去做的。早劝过他，何苦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？爹，老伴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老伴儿，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爹！娘！包大人何以不继续审下去？小侯爷，请稍安勿躁。方素心，在你诉状之中曾经提及，自从你父母先后亡故之后，你便立下决心，要为他们报仇伸冤。是，民女确实下定如此决心。既然有冤要伸，为何不循正常途径上告官府，竟然想私下谋刺于他？不敢有瞒包大人，经过丰德县一场悲剧之后，民女对官府已经毫无信心。此言差矣。有云：道有幼草，迷有毒虫。以天下之大，自难免良莠不齐。有清明廉能之官，必然也有那贪渎枉法的恶吏。澄清天下吏治，乃是本府夙愿，也曾上奏皇上，只可叹困于种种挚爱，未能完成初衷啊。后来，你又是如何设法接近小侯爷，利用花烛之夜行刺于他？回包大人，民女把舍弟小茹暂时托付给姻亲张举人，然后开始多方打听有关小侯爷的嗜好和行踪，最后终于得知，每个月初一、15，他都会去慈云庵。这是为何？那是晚辈的一片孝心。初一、15前往慈云庵设教祭拜先母。包大人，小侯爷太抬举他自己了，那是奉老侯爷之命，不得不去。不过他往往趁此机会在外花天酒地，有时派邢三，有时派贾总管带他前往祭拜。你又满口胡说！究竟是谁胡说？若非对你的行踪打探得一清二楚，我又怎么会在慈云庵带发修行？又怎么会在庵内遇到邢三，利用邢三为饵，假意接近于你？邢三，可有此事？你可曾在慈云庵见过那方素心？是，确有此事。方素心，当时的情形如何？你且摘要说来。慈云庵的住持慈云道姑与民女相熟，听民女哭诉一切之后，答应收留民女，协助她办些法事或处理一些杂物。
无量寿佛。道姑有心了。道姑，请留步。施主有事？我常来慈云庵，以前为何却从未见过道姑啊？因为我是初来乍到，所以也未曾见过施主。请恕我冒昧。道姑如此秀丽动人，却为何？何谓秀丽动人？多谢施主。其实我是个命苦的女子，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。幸得慈云道姑收留，我才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我倒略通子平之术，依道姑的相法，应该是妾妇继贵才对呀。施主该不是开玩笑吧？方外之地，岂敢亵渎？我是句句真话。如果方便，我倒愿与道姑坐以详谈。多谢施主。庵内有一处厢房，有清茶素果，专为接待有缘的施主。好啊。九人道姑，这位就是我所说的安国小侯爷。无量寿佛，贫道给小侯爷请安。邢师爷果然诚不我欺，本侯爷总算见识了。两位施主请坐。道姑请。小侯爷为何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害得贫道心头忐忑不已？那就更证明你身在红尘外，心在红尘中啊，所以才会忐忑不安。方外清净之地，还请小侯爷慎言。还有什么好慎言的？你不是跟邢师爷都谈好了吗？像你这种柔中带媚、丽而不俗的角色，可谓是万中不得其一。你在这里带发修行，的确像蒙尘的明珠，我为家人惋惜呀。命苦如此，只要有粗茶淡饭可食，有遮风避雨之处可栖，已算是幸运了。如今有了我，你才算真幸运。从此以后不用再命苦了。你真的愿意嫁我为妾吗？只要小侯爷真心对待我，我自然愿意。我若不是真心待你，又何必特意来访呢？邢师爷，麻烦你选一个黄道吉日，请九人道姑重返红尘，入我侯门。是。不过我有一点儿纳闷好奇，你的道号为何叫九人呢？其中自有曲折典故。等我有幸随侍小侯爷之后，
自会详细禀告的。好，不妨就在洞房花烛之夜，在绮罗帐里，我仔细聆听你的曲折典故啊。各位贵客，时辰差不多了，也该饶过小侯爷，让他早点入洞房，跟他的新婚妻子共度良宵啊！害你一个人独守闺房，恐怕早就春心荡漾了吧？等不及了吧？啊？我的确有点等不及了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我的确等得生气了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晚上。好，我的心肝小宝贝儿，怪我多喝了几杯，耽误了好事儿。待会儿我好好的伺候你，以我的本事，不但让你消痰化气，而且还让你欲仙欲死。你疯了！这洞房花烛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道行为什么叫九人吗？人字边旁加个九字，这个字念仇。我和你有什么仇？此仇不共戴天！快来人，这女人是刺客！就躺在那儿等死吧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侯爷，怎么了？您受伤了？你伤没事帮我吧？的伤快去追那个贱女人！啊！快！萧侯爷，晚辈在。那方素心所言可是真的？没错，这一次他所讲的90%是真的。方素心，你继续说下去。当时我以为大仇已报，赶回张举人家中，想带小茹远走高飞，谁知道却被那张举人出卖了。张举人将你出卖给侯爷府？不，前来逮捕民女的人原本是县衙的捕快，可是不知为何，却将民女送到小侯爷的手中。你本就是谋刺我的凶手，地方父母官将你转交于我，那也是理所当然。不，虽说是行刺凶手，然而依法按律，应当交由地方官府升堂审问，
岂有思想授受之理？萧侯爷，这其中莫非另有隐情？包大人，当时情况或许违背章法规矩，但是并无隐情。哼！方素信，你再说下去。民女被小侯爷的爪牙囚禁在一个污秽不堪、不见天日、几乎不可住人的地方，双眼被蒙，双手被捆，双脚被绑，动弹不得，有如祖上之肉，待人宰割。小侯爷，这就是那个贱女人。这个又贱又蠢的女人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天皇贵胄，皇室子孙，自然有百灵呵护？就凭你，杀得了我吗？我原以为像你这样的美女，该与我绮罗帐里并鸳鸯，同寝共枕笑神仙。谁知你天生贱命苦命，活该如此。只恨我是一介女子，不会杀人，否则你早就在阎王殿上了。在阎王爷面前，你还敢如此伶牙俐齿，猖狂作恶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是方素月的妹妹。你这个畜生！老天爷会有眼的，你会遭到报应的！美女我见多了，温柔多情又天生媚骨的美女我也见多了。可惜呀，可惜！从今以后，你就会变成天下最丑陋、最低贱的女人。还记得吗？想当初，你就是用这把匕首行刺于我。只可惜这是一把短匕首，如果是一把长剑，刺穿你的胸膛，我就报得了血海深仇了。我倒觉得不可惜，这虽然是把短短的匕首，但用在你身上，却十分的适当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成全你的后半辈子这一刀算本钱，你还要算利息呀！从此刻起，这个最丑最贱的女人就交给你们了。她要是接客，只准接最下层的地痞流氓，最龌龊肮脏的乞丐无赖。我要她受尽凌辱，任人践踏。方素心，民
民女在。倘若本府要你在这公堂之上揭开面纱，让本府及在场诸人看看你的容颜，你可介意？毁容之苦，锥心之痛，已是不争的事实，民女并不介意。够了。如此血腥残忍、惨绝人寰之事，竟然发生在我大宋朝廷天子脚下。赵世俊，你说，本府要听你亲口说，那方素心所说究竟是真是假？当然是假，那全是他一面之词。住口！自始至今，你都以一面之词4个字搪塞一切。你莫要以为本府当真不能从这蛛丝马迹之中查明真相。倘若能，本府定当将你绳之以法，处以重刑。倘若不能，本府既然愧对朝廷百姓，又有何颜面再做开封？本府自会辞官而去，以谢天下。包大人，包大人是青天，是升斗小民唯一寄望之所托。民女所说一切，倘若证实查明，真是天有怜见。倘若确实挚爱难行，民女也该叩请包大人多多为民保重。方素心，你的心意本府明白，然而如今既无人证又无物证，时日又拖延甚紧，本府一时半刻之间尚无法定论，无法为你做主啊！哼，听包大人的口气，似乎认定方素心所说全是真话。赵世俊，难道你能证明他所说的全是假话吗？白玉堂，你是江湖草寇，居然胆大包天，一而再再而三在开封府公堂上胡言乱语，横行无忌。你眼中还有国法2个字吗？赵世俊，你是皇亲国戚，你竟然依仗权势欺压百姓，在你心里可有天理2字？你二人不得在本府公堂之上争执。是，包大人。包大人名满天下，素有青天之誉，谁的话是真，谁的话是假，当然由包大人论断。晚辈不敢越俎代庖。就算是证据不足，就算是包大人一时无法论断，赵世俊，我白某人警告于你，在这世上还有山河日月、天地神明，人可欺，天地不可欺；人可骗，神明不可骗。大人，
学生有一德之余，想要禀告大人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学生纵观全案，其缘由皆因方素心之姐方素月前往侯爷府送酒，疑似遭到安国小侯爷之奸污，因而告知乃妹，继而发生后续一连串之悲剧。不错，然而却要如何证实小侯爷的确奸污了方素月呢？此案发生至今不过月余，那方素月之尸体埋在土中，即便已腐，也不会烂呢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，那方素月尚未婚嫁，定是处子之身，如真遭小侯爷之奸污，必是破瓜之女。我等何不开棺验尸，请仵作之手亲自勘验，或许也可得到一丝线索。方素心，本府有话要慎重问你。包大人，请问。你如此为令姐申冤，可见你姐妹之间情感必然甚笃，她的一切想必你也知之甚深。大人说的是，我们姐妹骨肉亲情深厚无比，从小无所不谈。本府再大胆问你，令姐悬梁自尽之前，她可是处子之身？民女敢以性命作保，仙姐刚烈贞洁，在未婚未嫁之前，必是处子之身。既然如此，方才公孙先生所说，想必你也已明了。倘若本府下令开棺验尸，你可同意？民女叩谢包大人。只要能使仙姐之冤屈得伸，能还方家一个公道，能让行凶为恶之人绳之以法，这对仙姐非但不是不敬，想必仙姐在地下有知，也会叩谢包大人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就前往丰德县，下令开棺验尸，待验尸之后，再行择日升堂。退堂。小侯爷，暂请息怒，暂请息怒啊！息怒，息怒，你就只会说这两个字有什么用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公孙策能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。就算验尸的结果，那方素月已经破瓜，也未必证明就是小侯爷做的。亏你还被我称为师爷，简直是死脑筋！公孙策一向有小诸葛之称，他能想到一，就能想到二，能想到二，就能想到三，以此类推。只怕大事不妙，情势会愈演愈烈。不知小侯爷可否听在下一言？你有好主意吗？小侯爷未曾走过江湖，不知江湖手段之奥妙，我们何不用借尸还魂的手段？什么叫借尸还魂？包大人出一趟远门，不能说走就走，必须将公务交代清楚，方能启程。我等可以赶在他们之前回到丰德县，挖开坟墓，另找一具面目已腐烂的处女尸骨，取代方素月。妙啊，简直是太妙了！这不应该说是借尸还魂，应该说是偷天换日，李代桃僵啊！这个主意不错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动身。怎么，小侯爷也要亲自去？当然，我要亲眼目睹，确保稳妥无误，不再有任何破绽，才能放心。走。五弟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去？好歹有个照应啊！如果你们与我同行，必定会误了脚程。不过，你们不妨随后赶来，或许你们能亲眼看见那个丧尽天良的狗畜生是如何胆大妄为、无法无天。
白大侠，一路保重。我会的。四哥，方姑娘就有劳你照顾了。放心吧。公孙先生此计虽妙，然而却为何要在公堂之上当众说出？唯有当众说出，才能让凶犯心生疑虑。或许他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动作，到那时罪证确凿，他就无法推赖了。倒是公孙先生设想周到。大人，召唤属下有何急事？你且随本府立刻前往丰德县。是。你如何确定那具尸体确实是处女之身呢？她才15岁，是一位退休官员的孙女，不幸暴毙身亡。她的家教极严，我敢肯定她是个处子之身。不过，这方素月的尸体，小侯爷该如何处置啊？将它剁成肉泥，丢到河里喂鱼。这样就永远死无对证了。天涯虽大，海角虽阔。无处可逃了，白大侠，白大侠，请饶命啊！哼，我想饶你，但不知我手上的无上宝刀是否允许？我先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能据实以告，或许我会另作考虑。白大侠，请问，白大侠，请问。方素月送酒到你们侯爷府，你是否与邢三狼狈为奸，在酒杯内先行涂上迷奸之药？我说，邢三涂药，我确实不知啊。不管你真知假知，你是否趁方素月药性发作、半昏迷之时将她奸污？是他自己药性发作。他主动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主动的？方素心的父亲到县衙告状，是否是你指使县令朱文仪将原告打成被告？白大侠饶命！白大侠饶命啊！先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再考虑饶不饶你。说，是朱县令，他曾向我请教过。哼，既然是请教，那就一定错不了。白某再问你，方素心被糟蹋毁容，是否是你亲自下令、亲自所为？我当时一时气愤，我错了，白大侠，请你饶命啊，白大侠！你不是地位尊贵的皇亲国戚吗？你不是堂堂的安国府小侯爷吗？
当你欺压善良的时候，你听到过他们求饶的声音吗？当你杀人害人的时候，你饶过他们吗？像你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，若杀你1000刀嫌少，若剐你10000刀太累。今夜我白玉堂就要杀了你，以谢天下。只可惜玷污了我手中的至尊宝刀。白大侠，你刚才不是说要饶了我，放了我吗？啊！白某何曾答应过你？啊？更何况，就算是白某答应放了你，也只怕是我放，天不放；我饶，天不饶。赵世俊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白玉堂，刀下留人。白大侠，手下留情，还是让斩护卫带回去，让包大人审理吧。世俊，如今你罪证确凿，法理难容，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，龙图兰司公。